爽，太爽了！魏无羡在人脸上蹭了几下，迷迷瞪瞪地翻过身去找手机，非常良心地打开微信跟组织上汇报最新战果。魏无羡，成了。聂怀桑，睡到了。魏无羡嘴角微不可见地抽动了一下，改成被动句。聂怀桑差点把手机给飞出去，他的剧本里可没有这样写，全部都写的是魏无羡怎么把禁欲小秘书给推倒，这下可好，一直苦心经营的 CP 熬到是熬成真的了，却给腻了，这搁谁受得了？聂怀桑捂着胸口继续回微信，在床上别浪的没边儿，要时刻注意自己的人设是优雅风趣成熟体贴的上司，知道没？人设别绷得太快呀，好不容易勾到手的男人，别下床就分手，到时候我可救不了你了。嘿嘿嘿，忘机身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魏无羡人逢喜事精神爽，哪想听这种忠言逆耳，手机里沙雕表情包一串一串的丢过去。哦对，魏哥，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就一直先这样演着。聂媒婆继续忧心忡忡。走一步看一步吧，我家宝贝儿叫我了，回见。魏无羡噼里啪啦敲完一句话发过去，脸上的笑容却小小的凝固了一下。虽然理智上知道自己又不可能装一辈子，但心里面闪过的第一想法居然是，要是蓝忘机真的喜欢这样的他，那么一直演下去也不是不可以。魏总，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魏无羡翻过身去，看着他旁边快躺成一块硬板，连手都不知道往哪放的事后，小男生一下就笑了出来，干脆的伸过去把他的手牵过来放在自己的腰上。我不知道啊，我总觉得我的下半身都感觉不到了呢。你摸摸我的腰还在不在？男人的腰部线条有多流畅，弯起来有多软，舔上去有多甜，小蓝秘书已经深刻体悟到了。此刻这么突然一放上去，昨晚的记忆又像触电一样把他的手弹开了。魏无羡看着他这么青涩的反应，笑得止不住，撑起来一点身体又把他的手捉回来，放在手心细细摩挲他的掌纹。蓝忘机，你有没有说过谎？有。魏无羡微微睁大了眼睛。好吧，那你后悔过吗？蓝忘机极轻极轻地叹了口气，闷闷地发出一个的音节。再问下去就要触及人的隐私了。魏无羡抬眼看着酒店的天花板，若有所思。蓝忘机，其实我……莫爹的 D 大调小步舞曲欢快地响了起来。出现了，必备狗血 debuff。当人想袒露真心时，必定会被电话铃门铃上课铃管他什么铃打断。魏无羡气得磨牙，这糟心的电话铃还是当时为了体现自己热爱古典音乐，从曲库里面随便换来配合表演的。谁这么会挑时间啊？魏老板不满地抓起手机，却在看到名字时差点跪在床上。于夫人，您找我什么事？魏无羡心里疯狂喊冤，生怕是最近为了追蓝忘机做了什么出格的事，被江城那龟孙子给告状了。于夫人不耐烦道：今晚有个重要的宴会聚餐，你也必须来，不许找借口溜，听见没有？什么聚餐呢？魏无羡是真不太乐意，他都订好了烛光晚餐，准备和新晋男友趁热打铁的巩固一下感情了。问那么多干什么？叫你来你就来，把你自己拾掇一下，别给僵尸抹黑，听见没？魏无羡诚惶诚恐挂了于夫人的电话，感觉耳朵都耷拉下来了，苦兮兮的跟蓝忘机说：家里有点事，今晚没法陪你了。无妨。蓝忘机淡声道：正好我今晚也有点事，你如果回来的晚，我可以顺便帮你带点夜宵回来。魏无羡一听蓝忘机也有事，居然有点窃喜，然而他立马又摆出一个无比遗憾的表情，用自认为成熟冷静的声音说：不必麻烦了，我会尽快赶回来的。至于夜宵就更不必了，我很注意身材管理的。才怪了，他已经准备好在今天的宴会上觥筹交错，敞开肚皮吃喝玩乐了。魏无羡，你少喝点，你报仇呢？江城皱眉：哥哥，我今天高兴，你知道我多久没喝酒了吗？就昨天为了演戏抿了点啤酒，我这几天为了立人设，真的是各种温柔体贴、文静善良贤惠，滴酒不沾，都好久没出来疯过了。魏无羡又从桌上端起一杯香槟，随手把领带往下扯了一点，在沙发上摆出一个土匪坐姿。你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是什么高端又拘束的商务宴会呢，原来是金家办的呀。金家哪儿都不好，就是钱多，
宴会的菜品酒品杠杠的，吃完以后的娱乐活动也是又阔气又尽兴，太爽了！我好不容易解放一下，自然要浪够本。江澄嗤之以鼻。以前魏无羡性子一向随意的很，什么遵礼守节，在他眼里通通都是空气。于夫人没少为他的不着调而发火，可他不仅不听不改，还对江澄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，穿上西装去上班的样子大肆嘲笑。谁又能想到他对这个凭空冒出来的秘书该死的着迷，以至于费心尽力的伪装自己，把那点少年人的自由自在藏起来，毅然奔赴这场以蓝忘机为最终奖品的追爱之途，居然还成功了。这样的毅力让江澄都哑然，但管他的呢，反正江澄晃了晃手中的酒杯，转身就看见蓝曦臣和金光瑶、金子轩他们一并走过来，赶忙踢了一脚已经要躺在沙发上的魏无羡，让他站起来敬酒。魏无羡听着金子轩的声音就烦躁，老不情愿地从沙发上爬起来。但就在这时候，他看见了一个再熟悉不过的身影。世界上最尴尬的事情有很多，比如朋友圈忘屏蔽上司和父母，比如上厕所不带纸，比如在全员安静的时候放了个屁。但魏无羡坚信，这都远远比不上在放飞自我的时候看见刚刚依依惜别的恋人。而他穿着休闲西装配花衬衫，衬衫还被酒淋湿了，领带被自己扯得松松垮垮，胸口别了朵不知道哪来的花，活脱脱一个浪荡公子。魏无羡几乎能听到人射入山体崩倒在耳边发出的轰鸣声，和谎言被撞破以后自己像个被针扎过的气球一样泄气的声音。蓝忘机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他开始以为自己喝醉了，把蓝曦臣看出重影来了。无论如何，那个青涩的新人小秘书都不应该在这样上层人士声色犬马的场合。但蓝忘机那和任何人都截然不同的气质，是他绝不可能认错的。两人凝视了数秒，还没等魏无羡开口询问，倒是蓝忘机先发制人。魏婴，依旧冷淡的声音，甚至听不出情绪起伏，就好像早就知道会在这看他一样。魏无羡有些心虚的瞟开，跟江澄咬耳朵：“你大爷的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蓝忘机是谁？我一开始真连名字都不知道，看你跟被勾了魂一样，怕你闯祸，去查了一下呗，结果还是熟人。蓝曦臣确实是有个弟弟，只是没想往商界发展，因此鲜少出席这些场合，我开始也没想起来。聂怀桑那挨千刀的，怎么不告诉我蓝忘机是蓝氏二公子啊？他肯定以为你知道啊，你们俩以前不是认识吗？”江澄瞥他一眼，端着酒走到蓝曦臣他们面前去交谈了，留魏无羡一个人独自石化在原地。金光瑶好似注意到了这边微妙气氛，笑盈盈的上前几步解围道：“魏少，这是蓝氏的二公子，我听说忘机在你那里实习，你们见过了吗？”魏无羡几乎是僵硬的挪动了一下嘴皮，蓝曦臣也笑道：“我和叔父也是后来才知道忘机到你那儿去实习了，但怕你又要特殊照顾一下反而麻烦，就没和你说。”江澄看魏无羡愣得跟个木头一样，只能帮他应承着，令第一表人才，又本就是为着历练能力来的，不特殊关照反而好些。不过家中父母都知道此事，还特意跟他打招呼，让他多多盯着魏无羡一点，免得他太不着调了呢。感情这件事，上上下下就他一个人不知道是吧？你们搬家以后，我们两家就都很少见面了，无羡恐怕都有些记不得了吧？你小时候很喜欢和忘机玩的，